我们运用不连接的一个目的呢，就是让这个头发在不打薄的情况下，让头发呢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厚重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家浩，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多层次内部不连接的一个波头。那这款发型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通过结构性的来去亮，让这个表面看起来是一个齐线条的发型呢，让它变得不再厚重。首先这个头发的一个分区，我们会把后面呢划分一条中心线，它的分区高度呢，我会把它分到枕骨点至耳后点的这个位置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分区。它的一个长度设定呢，我会设定到发际线以下2指或者3指的这个长度啊，都是我们平常经常剪的一个长度。头发呢，我们把它自然用宽尺梳的一边把它自然向下梳，剪一条方形的底线。下面没有剪透的头发呢，因为磨得的头发呢，它容易贴头皮，所以呢，我把剪刀放在下面，把头发呢稍微往上顶一下，梳下来。我们梳子呢是放成一个水平的一个形态。漏掉的地方把它再剪一下。我们来到另外一边，梳子自然向下梳，我们边沿线的形状完全是由你梳子摆放的位置决定。如果你梳子往上扬，那么它剪的就会偏圆；如果往下，反之呢，它就会放长。这个长度呢，是根据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来选择的。把头稍微低一点，还是一样，中心线分开。头发呢，梳子垂直旋为水平，把里面这些多余的头发呢，把它剪掉，让我们的边沿线呢看起来干净一些。我们去内角呢，通常呢不会剪掉很多的头发，把上面头发拨过去，把里面最下面一层的靠近发际线的头发，把它呢轻轻的抹掉一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呢来修剪下区的一个层次，也就是去除它内部的一个重量。我们都知道剪齐线条头发的是非常重的，我们如果不想让这个齐线条太重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内部的一个重量把它去除。我把头发呢把它提起来，提起来之后呢，看一下下面的一个头发，我并没有以最下面的头发作为引导线，那样剪出来呢会太轻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样它的边沿线呢就会变得轻盈，同时呢保留它外线的一个形态。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，角度拉起来。那我拉起来这个角度呢会是我这个分区线，大约是一个90度，最上面这个分区线是一个90度。剪的时候呢，通常来说剪不要超过这个头发总长度的一半，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长度在这里，如果你剪的话超过这里的一半以上，那么你会发现最后这个头发表面看起来下面是空的，很明显的看到里面的短头发。我们是要求最后这个头发剪完之后呢，看不到里面的是有高层次的，所以呢剪的时候不要超过它的一个1倍。我们提起来看一下，上面是一个高层次，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部分是不是有个角？有角的部分呢，就是刚刚没有剪层次的一个地方，我们要保留它边沿线的一个完整性，同时呢又能去除掉它内部的一个重量。我们剪第2区，第2区的层次呢，我会把它找到黄金点往下移1公分左右，把它呢划分一个转角线，而不是严格的按照标准的转角线的高度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放大的 U 字区。另外一边呢，相同的一个分区方式，
一个放大的 U 字区。它的一个边沿线的一个长度，我会与下区的头发呢重叠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还是一样用宽齿梳的一边，把它呢自然最轻的拉力往下梳理。到这里呢，用梳子固定好，不要动。我们都知道头发呢它是有弹性的，你的拉力越大，它反弹力就越大，线条呢就剪得越不干净。当我们把头发的拉力控制到最轻，并且找到头发自然垂落点的时候，这个线条呢它就会非常容易去修剪。同样呢，我会采用一个方形的一个底线，如果你想把线条放长，你往下倾斜也是可以的。只不过在我们当下呢，在剪这种类型的发型的时候呢，很少会把前面放得很长，一般都是剪方或者圆会更多一点。自然向下梳理。剪到前面的时候呢，我的手位呢，其实也就是我的梳子是微微的放长了一点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头发有弹性，尤其是耳点以前头发比较少，反弹力呢会更大。如果我们剪水平吹干呢，它会上去一点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是轻轻的往下放长了一点点。继续再梳，这样呢，我们的边沿线就剪出来了。我们还是一样，把耳点头发梳过来。梳过来之后呢，往前带一点，垂直旋为水平，把这个内角不干净的地方呢，薄薄的去掉，梳过来，让这个线条呢变得更加干净一些。建议大家呢在剪线条的时候呢，上面这里呢我们要用到宽齿梳，因为它的阻力呢会比较小。眼睛的视线呢和你的剪切线保持平行，这样呢不会产生误判。梳出来还是一样。另外一边梳出来，梳子微微的往下低了一点点，回头再找一下看一下。很多人剪边沿线呢，怕剪缺耳点这个地方呢，会轻拍一下，这样呢也是可以的。那我剪这个线条的时候呢，我是很少去压这个头发的，因为你只要能够把头发的一个拉力控制好，即使你不去拍呢，它也没有关系。当然去拍着剪呢，它也不是错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内角去掉，这里明显是有点突出的，通过去内角的方式把它呢剪短。梳出来。去完内角之后呢，我们来梳理看一下，这样呢它的边沿线呢它就不会像刚刚有明显凸出来的一个地方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去第二层的一个内角。第二区在剪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要以下面的头发的一个引导线去这个角，如果以下面引导线去这个角呢，这一层呢就会特别轻薄。我们要的这个效果呢，还是边沿线保持线条的一个形态，内部去除重量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完全以下面的头发做一个引导参照去剪。剪的时候呢，下区的头发呢，我们不用去管它，把它提起来还是一样。我们从侧面看，分区线是90度这个位置。然后剪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最下面的这个头发是在这里。如果我们以它为引导去剪，这样呢，第二区层次会剪得太高，而且边沿线会太轻薄。所以在剪的时候，我会保留最起码一个手指的一个厚度不剪，也就是说我会从这个位置呢开始去剪。剪完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片，我把它正向取发片提起来看一下，这下面是保留一个角的。那有这个角之后呢，这个轮廓线外线呢它才会有一定的一个重量感，而不至于呢会剪得特别轻薄破坏掉。头发角保留的越大，底线呢越重；角保留的越少，它就越轻薄。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常识问题。然后到第二片呢，你就不用管了，根据之前的一个引导线，直接把它剪掉就 OK 了。侧面呢也是一样。
提升角度都是转角线的90度。另外一边，梳好过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头发的一个层次上下呢，它肯定是不连接的，高层次，第二区也是一个高层次，但头发的一个边沿线呢，同时呢它是保留住它的一个正量的。我们现在呢来剪最后一区的一个头发。顶区这里的头发呢，我们会有发旋，所以头发呢它不是自然向下生长，它是扩散状。如果剪客人的话，有的人旋是长偏的，甚至有2个旋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去剪线条，我们就一定要看头发的一个自然一个毛流。那我们的毛流怎么样去看呢？把头发呢轻轻的拨散，或者呢用梳子稍微往上推一下，让它自然散开。自然散开，把它推开过之后，再梳的时候就不要从头皮梳了，而是从避开你所剪的这一片的发根的头发，然后呢从这里开始往下梳，还是一样用宽指梳的一边。这样呢头发剪完之后呢，它的反弹力呢就把它控制到最小，它呢就不会有很大的误差。把头呢稍微低一点，往上推一下，然后呢从下面开始梳过来，避开发根，自然向下梳，还是一样看到下面的一个引导线，撑叠来修剪。自然向下梳。所以前面这一点呢，我们也可以用手指轻轻的固定一下，还是一样，梳子往上推一下。与下面的底线呢保持重叠。最前面这一点呢，我们用宽指梳梳出来，然后呢用手指呢固定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去角的一个动作。因为这个头发呢，虽然我们剪的是看自然垂落点啊，但是头发呢平时不可能一直在这个位置，比如说前面头发呢可能会往后跑，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些多余的角。我们现在呢把这些多余的角把它去掉，我们提起来，你会发现上面呢会有一些碎碎的一些小头发，表面这个位置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然后呢把它去掉。这样头发呢，即使风吹还是人为的往后撩，它就不会有多余的长头发出来了。剪掉的头发呢非常少，把它往后带，上面这一点碎碎的把它去掉就可以了。很随意的提起来，把它往后靠，把这个角呢抹掉一点。能剪到的剪，剪不到呢就不要去剪它。往后梳呢，再检查看一下。这个头发的一个层次呢，内部结构呢我们就剪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把这个头发呢把它甩动，我们把它倒立过来，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哈，头发它是3段，第1段、第2段、第3段。3层不连接这样的一个效果，很清晰的看到头发的一个方形底线。那我们表面呢，它是看不到内部的一些高层次的。如果我们剪经典的齐线条呢，你会发现头发就会特别的重。像这种剪法呢，层次在内部的时候呢，已经把它量去掉了。所以呢，吹干我们只需要去精修就可以了。再设计一个刘海，当然你如果不剪这个刘海呢，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刘海的一个分区，我们找到头发的一个顶点，可以往前呢稍微移一点，宽度呢会把它分到外眼角的这个位置。另外一边相同的一个方式，把这个刘海区呢划分出来。
这个刘海呢，同样我会用到后驱的一个修剪理念，会剪一个内部的一些不连接。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刘海呢，把它剪经典的一个齐刘海，它也是一样是比较重的。如果我们不想让它太重，内部呢剪一些高层次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们把它划分一个水平线，划分出来。刘海呢，如果发量比较多，那你的分片呢可以分的薄一点，反之呢就可以分的厚一点。看一下一个水平线。提起来，这个长度呢，我们把它剪到眼睛或者眼睛以上都可以，看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。如果你拉出来剪一个方形，那你会发现，当你放下去的时候呢，这刘海它一定会是一个弧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，一定会是一个弧形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这个弧形，就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如果不想要这个弧形呢，我们可以把两边这个角呢把它去掉一些。把它带过来，我不想要这个弧形，或者说我不想让它太明显，那我现在呢就可以梳出来，把这个角呢把它去掉。我剪客人呢，经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当你刘海剪短了，你会发现它会翘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今天剪这个刘海呢，它是有一定的一个量的，所以呢放下来呢，它会把它压下去。我们看到这边呢稍微的有点长。把它呢去掉一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剪下一片。第一片呢，我们剪的呢是一个低层次，第二片我们在剪的时候呢，会剪一个高层次。第一片是低层次，我会把它提起来。把它拉起来，拉到头皮90度，带到头皮90度，轻轻的梳起来，看到下面的一个引导线，在这个位置，跟随下面的一个形状把它剪出来，略微带一点弧形，因为两边刚刚呢我们把它的角收掉了，这边呢也是一样，稍微的手指位转过来把它剪掉，这样呢我们就剪了2个层次。相当于第一片它是一个低层次，第二片呢它又是一个高层次。我们来剪第3片，第3片把它梳出来，这个时候一样，我把它自然的向下梳，角度拉低，低到什么程度呢？1个手指位。再来第4片，这个头发呢我会分5片剪完。如果说你的发量比较少，那你呢可以分3片或5片。发量少的分3片，发量多的呢像我这样分5片。不管是3片5片，记住一定是单数，你不要分2片或者4片，因为我们最后一片呢是要把里面的高层次的把它压住的。如果你分双数的话，那么它表面就是一个高层次了啊。当然你说我就想让表面是一个高层次，它也没有问题。我们最后一片的一个任务呢，它负责是把表面的一个高层次把它压住，让它表面看不出来层次，跟我们剪后续的头发呢原理呢是一样的。轻轻的把它梳过来，这边呢也是一样，梳，剪掉。这样呢，这个刘海呢我们就剪好了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刘海提起来看一下，它也是内部是不连接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高低高低错开。当我们把它放下来的时候呢，它内部有空间，它就不会很厚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头发吹干过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基础轮廓，这种感觉呢已经有了。我把头发呢还是一样，我会自然向下梳，这些边沿线呢会有一些长
长长短短，我们把这些长长短短的地方精修一下。边梳边看。最主要呢，我们是用刀尖去剪。剪真人呢，其实会更好剪一点，因为魔头下面呢，它紧贴着皮肤，其实呢是不太好进刀的。这些呢都是一些很细微的一些细节的一个部分，把它点一下。线条呢分为内边缘和外边缘。内边缘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剪的发际线这里的一个边缘线，外边缘呢就是表面一层的头发。我们把头型低的时候呢，现在处理内边缘为主。剪完之后呢，我会把它梳理一下，因为当你头发梳理的时候，它还会有一些长长短短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呢，把它剪得比较干净了，当头发动起来的时候呢，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长头发，一些很小的一些细节的一些部分处理。剪刀尖还是一样，把这些露出来多余的部分呢，轻轻的把它带掉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剪这个边线它是比较干净的，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柔和的感觉呢，也可以把发尾呢把它点剪一下，让它更加柔和轻盈一点，也是可以的。拨动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呢，把刘海精修一下，把它梳过来，边缘这里呢落下来长的，把它稍微打开一点。我们来到另外一边，刘海也是轻轻的把这边缘线落下来这些地方呢，把它带掉。现在呢，我们修整刘海的一个边线。可以把它剪得很齐，也可以呢让它剪得一些锯齿状，剪得不规则都是可以的。今天这个刘海呢，我会把它轻轻的点一下，让它呢有一些错落的感觉，但是呢也不是特别大的这种锯齿放进去，不要放的太斜，太斜的话剪出来的锯齿状是非常明显。我轻轻的大约45度，然后呢剪的呢又比较浅一些，剪得比较浅。我们现在看这个锯齿呢可能比较明显，等到你头发拨动的时候它就不会那么明显了。倾斜，刀口呢这边摆位呢完全相反，45度进刀，梳一下。剪好过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拨动看一下，把这些锯齿稍微有点太明显的呢，轻轻的带掉一点。梳看一下，中间这里呢明显的有点厚，轻轻的点一下，让这个头发呢看起来是错落有致，说齐它不齐，说碎呢它也谈不上碎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我觉得这样呢就可以了。像上面这个地方的刘海呢，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厚，然后呢我会把它提起来点剪一下，不会点的太多，因为这个刘海呢，我的语言还是以重为主，但是重并不代表这个头发看起来要很闷。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已经出来了。我们一样把它擦一些湿发品，稍微打理一下，让我们这个头发呢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好，轻轻拨动，看起来会更加自然一些。这是我们完成后正面的一个效果。下面呢，我们用到是一个方形的线条，然后呢，内部呢加入了不连接。那我们运用不连接的一个目的呢，就是让这个头发呢在
不打到薄的情况下，让头发呢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厚重。因为我们都知道线条剪出来的头发呢，它没有任何的去除重量的成分，所以呢它看起来是非常厚重的。当我们加入一些内部高层次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即使不打薄，它相对来说呢也不会有很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刘海呢，我们用到同样的一个不连接的一个元素，是一个方形。然后在这个方形基础之上，我们加入了一些锯齿，但是锯齿呢并没有点得很深，所以这个刘海呢，它相对来说呢，边沿线呢是有一些错落感，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大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发型。我们会员频道新增精选课程，欢迎大家加入。